踩到完，Single overhead cam， 单轮轴，不是双凸轮轴哈，是单凸轮轴。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啦 ，Honda CR-V 2013年 2.0 All-Wheel Drive。那我这个频道里面呢，好像很少有接触过 CR-V 这台车，只是驾过一次这个的新款的那个 2.0 CVT， 很久了的啦，它只是租车的，没有再接触任何的 Honda CR-V 了的。在2013年推出在马来西亚的，要售价在148千左右哦，有 2.0 跟 2.4 可让你选择的。那我知道这台车也不是什么任何的性能车，那我想要做一期的 content， 让大家更多了解一下 Honda CR-V 这一款的，因为我也好奇哦，这款车在马来西亚当年好像卖的不是很好，现在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二手价大概是60-70千左右里面，觉得这个价钱你可以买到这么好的车况的话呢，也是算 OK 的哦。我们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那话不多说，我们去看车了 ，Let's go！非常感谢车主 Oscar。OK， 所以你们可以 follow 他的新开的 Instagram， 给这辆车的2013年是吧？啊，对，也没有改过任何东西，没有。前脸的家族设计呢，有点像当年的 Civic FB 啊，这个标志的这一块。那给我觉得啦，这个款式没有说很好看，尤其是在它的屁股这一块，有点怪怪的，有没有？车主也是粘了一些日本的贴纸啦，所以以为是从日本进口的是吧？其实也不是 Turbo， 这是一个 NA 的2.0公升，是没有带无钥匙进入，也没有无钥匙启动的。Honda Civic FB 呢的这个钥匙也是长得这样的。相信呢，会买 Honda CR-V 的朋友们呢，都不会对它的空间感到失望，尤其是在它的尾箱方面啦。所以这辆车是5人座的车，它后面是这空间是很大的，所以看到可以摆放很多东西没有问题。然后这里有备胎，这里有一个拉杆可以做64椅背倾倒，所以2个椅子是可以同时间折下来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挂钩，这里还有一个挂钩，所以这里也是一个拉杆可以让它椅子倒下来的。这辆车去 IKEA 买东西完全不是任何的问题呀。排气管在这里，单出的高度方面大概一个拳头啊，有些SUV 就是这样。用这轮胎是 Nexon Evera RU1 的 SUV 轮胎，尺寸为25/65R17寸，后面有刹车卡钳，还有刹车碟。那前面的方面也是大概一个拳头啦，那用的轮胎也是一样225/65R17寸，前面有一个大的刹车卡钳，还有一个刹车盘，设置为前面 McPherson， 后面是 Multilink。看这个后座空间哈，后面也是相当的大，前面已经调整成我驾驶座位了，我身高173，这里大概剩下一个拳头3根手指的长度。头部空间呢，大概2个拳头，非常的宽大哈。后面还有冷气出风口，还有一个中央扶手啊，这中央扶手还有2个洞，置杯架。这辆车由于不是皮革包覆哦，所以我觉得它的坐垫是蛮软一下的。可惜呢，就是它的椅垫是没有这么长了，所以做长途的话呢，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这里有一个灯哦。这里有个手把，还有一个挂钩。好在就是这辆车是平的，虽然它是说有全轮驱动，上下车非常方便，尤其是这种高度的车。你说到操控的话，肯定是 Sedan 啊 ，Civic， 可是这辆车买来就是给我们家用哈。我跟你说 ，CR-V 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这里除了有一个洞可以让我们放东西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我也不懂是放什么的。想一下，可以放什么 ？Smart Deck 应该放不进，也是一个储物空间吧。放杯夹，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洞，椅子都是手动调节的，双方面都是哦。我就奇怪哦，为什么这么贵的车没有 damper 的，它会打下来敲到我的脚？可是这个空间会比较小一点哈、哦。这里又没得打开。可是是这种 hard plastic， 这个时代的 Honda 它用的料都很 hard plastic， 感觉到比较廉价一点，所以它的内饰呢就是竖在这边，看起来一般般，可是用的料又是一般般，所以你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手刹在这边它是用脚刹的。那它的空间呢是 molded 啊，你看到吗？
这里打开之后呢，有3个杯夹，这里有个洞，可以放什么钥匙啊，没有问题。这里还可以放手机。但是新款的 CR-V 呢，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洞哦，可以足够让你放你的什么手提袋啊，完全没有问题的。这里还有一个手扶箱，可以调整前后。那我喜欢这种车呢，就是因为它的 side mirror 够大，所以安全感足够哈。那我们去打造一下引擎呢，这个钥匙呢是可以弹出来的，打造一下。这一副2.0公升的 Single Cam 的引擎，插入钥匙。已经是没有以前的 Honda 那种闹钟声了，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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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这跟 FB 一样了的哈。这辆车的车况非常的好，铆定美美啊。这辆车是搭载这一个5速的自排变速箱。5-speed automatic， 你看到这里有 PRND 2-1。那如果你要去到 D3 的话呢，是在 D 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按钮，按一按，它就会显示 D3 了，所以它就会在123档徘徊。那你关掉的话呢，就会上到5档去。然后这里就有一个脚刹。很有层次感的一个仪表，很像2013的 Honda Accord 那个年代的。那如果要切换一些显示呢，按这边 Range 还有450公里 ，Average Trip A、Trip B。小荧幕呢，你就可以用这个小小的按钮按一下，还可以放 Wallpaper 的。其实我看到 YouTube 有人教综合油耗10 km/L， 都有 Cruise Control 在这边，然后这里就是开灯。然后 fog lamp， 可惜没有自动头灯哦。这里有一个 Eco Mode， 你可以开关。那这里有讯息系统关闭，还有内饰的动了。只有在驾驶员这方面呢，是一键上下的按钮呢，都很像 CVFV 就对了。座椅都是手动调节的，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座包哦。你看都还是很美，有没有？这辆车虽然160多千的 mileage， 看还是美美的，所以可见前车主还是有照顾。这辆车刚刚买才不久啊，2个多月、3个月这样罢了的。这里是打开油盖，引擎盖就隐藏在这边了啊，里面。这个尾灯呢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很像当年的沃尔沃这样一个 L shape， 可惜它不是跑整个 LED， 前面有一个 projector headlamp， 然后还有一个 fog lamp 在下面，还有 daytime running light 日行灯，只是现在我开了头灯就没有了。那这副引擎发出来的声音，还有它的 compressor 声音呢，简直是跟 CVFV 一模一样。它也是采用这同一副代号为 R20A 的2.0公升的自然吸气的引擎，4缸可以产生155 PS， 还有190个牛顿米。那就要在4300转的时候才会来力的。可是你要想，这辆车拥有1520公斤哦，要拖动这么大辆车来的更加负担一点点。给的动力怎么样呢？我们真的要去试驾才知道了。那我们去试驾吧。哎呀，差一点要用手刹了啊！哎呀，进到 N 啊 ，OK。那这辆车是一个2013年的车啦，已经差不多10年了的啊，已经是准了10年了的，所以那车况来讲呢，对我来讲 OK 啦，是你看没有任何的刮痕在这边，尤其是它的方向盘也是原装的。如果是包过皮，我们都知道，可是这个是原装皮哦，所以可见这辆车，我觉得160多千它不符合它的车况诶。车主是真的是很照顾啦，前车主方面啊。那我现在是过一个减速带，完全没有任何的杂音，都感觉到它的这个底盘啊，还有它的避震器啊，都是蛮扎实的，没有任何的松散。所以我一上到这辆车呢，一个字满意。那个是2个字哦。驾到这种高车的时候呢，我有一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当过什么那些bump啊、减速带啊，我都是蛮安全的感觉，不会去抠到底啊。尤其是这种比较高的那种divider 什么啊，也是比较安心一点哈。因为比起我们驾驶单的这个心情完全是不一样啊。OK， 当然你过弯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这辆车的侧倾会比车单来的比较严重一点啊。你不能拿这个低车来比啊，这辆车又不是拿来跟你跑山路什么用的。它的主要目的还是载家人啊、载货啊，空间感真的是一级棒的。可是这样大辆车里面哦，我还以为它的那个方向盘的设置还是会比较虚位多，没有嘞，反而我觉得很像，有点像 CVFB 这样。当然 CVFB 会比较来得更直接一点点，那一点点而已。但是我觉得还可以耶，开起来的话的感觉，尤其是它的换挡啊，是很柔顺的。你如果是没有去做降档的时候啊，它驾起来是真的是 OK。当然，如果你比起 CVT 哦，这一代的新一款有一个 CVT 2.0哦。可是2.0会比较顺一点啦，
这个 5AD 的话，当年已经是很厉害、很多功了。OK， 我们来问一下 Oscar， 你为什么会选择买这辆车作为你的代驾？尤其是现在我看你还是 P 牌是吗？啊，对，真的很多年轻人是讲 Velocity 啊，或者不然就是Civic 啦，通常是以 Civic 为主的。可是为什么你会想要选择这辆车成为你的一个座驾？因为你就是它高，然后好看，视野好。所以你是喜欢高车啊本身？差不多。那这样子你买回来到现在你有修过什么东西啊？这样买回来一定二手嘛？你知道很多人都会想，二手车很多问题啦什么？你有真正去修过的东西是什么？真正大修的没有，小修就是那个叫什么压箱的那个 O-ring 漏油了，然后 absorber 的 bush 爆过，然后就换，就这样吧。absorber 是没有事啊，只是那个 bush 爆。啊，对。OK， 但是我驾下来真的是蛮好啦，这个 absorber 的状况。如果是一个不好的 absorber， 它会很硬啊那些啊，然后剩下那个 spring 在工作啊，然后没有力掉了啊，这样子会浮一下，没有了，感觉这辆车整个都很扎实那这辆车我的视野角度是非常的好，尤其是那个大镜方面，还有这个望后镜是特别的大，所以我看到后面很多东西，我觉得是真的是安全感满满的。驾这辆车，你是打95还是97啊97。哦，97啊，哇！我现在实价这样贵的话，那你觉得97跟95的话，对这辆车有什么分别吗？动力上面？有97比较明显有力一点。是啊，OK， 那你的油耗方面，我看到有10 km/L 啦，也没有讲很吃油。这辆大车是 OK 的，平均的一个油耗，没有很吃油啊。可惜呢，这辆车如果你讲它的安全配备啊，而且没有讲很充足啦，就是一个普通的 ABS 啊、EBD 那些有到完，可是它就没有什么自动跟车啦、自动刹车，因为在这个时代根本是没有讲很注重的。可是如果你真的存心想要花一个6万到7万左右买一个空间大的 SUV 的话呢，其实可以值得去考虑的。它的竞争对手有 Sportage 啦，有 CX-5 啦。操控驾驶来讲呢，其实 Mazda CX-5 会好驾一点的，因为它悬挂会比较硬点点。可是如果你讲以空间的话，真的是这辆车是可以给到你的。CX-5 你外表上面看是很大，可是它内部很小不了的那你看这个路比较不平的时候我很明显感觉那个路会有一点弹跳这样子，可是也不至于让你不舒服啦。这条路是比较艰难，是在于你是用 adjustable， 但是这辆车是 OK 的。那我很喜欢它的一个转速，就是在2500转的时候大概130 km/h， 现在差不多140了都还在2600这样。很低转5 speed auto 的好处。可是如果讲在高速上面要去 top speed 会比较难啊，因为它的这个 ratio 很长。那我试一下按那个第3那个button降档，还是要等一下，要等它从4档跳到3档，是很柔顺一下的。可是你也明显感觉到它在换它的工作。有一点少的顿挫感，但少不了。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没有错，但是可以调到很后面，我非常喜欢这个角度很后面。那你会看到仪表上面有一个绿灯，有时候会变一下白灯，是不是？在这个框旁边，它其实是让你知道你的油门踩着深还是踩得浅啊。如果你是踩深一点的话，就会变白灯浅一点会变绿灯，你就讲你会比较省油一点点的。看起来很漂亮，所以我把Econ Mode关掉一下，看有什么不一样。你也感觉到那个油门的反应会比较快一点点的，然后也不用踩得这么重，它也没有讲很大分别啦。如果你讲你驾着 FC 那个年代德波车会比较有一点少的不同。隔音来讲呢，它比起 Civic FB 好太多了，真的。如果驾驶 Civic FB 的话，你很明显听到它的胎噪、它的风噪很严重一下的。现在行驶着110公里、120公里的话都还好，除了这边有一点少风，就是来自于这个我相信是visor啦。这辆车如果你讲要很舒服，是真的是没有很舒服对，还有一点路感的嘞。是。这辆车你不用给我什么 Honda Lane Watch 那些，真的很大那个镜子，可以看完所有东西，很安心啊。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 ，AC off， 踩到完。Single overhead cam， 单轮轴，不是双凸轮轴是单凸轮轴。其实我觉得它中段加速还不差嘞，很有力，可以耶。140过这个弯，有一点少的负担开始了啦。毕竟还是一个高车。
我跟你说，我最高纪录啊，我加 1K 啊，200过这个弯。啊200哇哦，吓到我一下。因为一个 FK8惹我，如果他不惹我，我是 OK 的。对，哇，这样子可以啊，可以啦。但是如果你比起新款的 HRV 呢 ，HRV 会比较轻巧，这个车会比较重，这样车会比较稳定，没有错。可是你会感觉到那个车重量就是抛你一边去哦。啊，因为毕竟还是毛地令啊，这样车啊。OK， 所以你看我过弯 ，OK 的这样车。可是哦，当你驾这个车的时候呢，你要心里在想哦，哎，我是在驾着家庭哦。你肯定是跑不了这么快的。你驾过最快的时速是多少？这样子？这辆车啊，它的 top speed 我没有试到 top speed 啊。OK， 180多。180多可以去了，一个2.0来讲可以了。好 ，OK， 那我现在试一下的音响哈，on。重低音会比较少一点，没有太足够，可是在它的环绕声音是做的蛮不错的。Karak 在上这斜坡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有负担一点点，因为你要记得它是 5AT 嘛，它的 gear ratio 比较长一点。在这边的话就用4档了，我明显感觉得到它已经降档了。然后在每天着我的油门、我的速度，你看它还是甚至会在调速度哈，你要换3档了，用 D3。可是 Honda 的声音是很好听的，你听到吗？好听。哇，呵呵。很多人问我每次，哎呀，买二手车要注意什么？我只能说注意钱包啦，讲真的。还有就是你买车的时候，你要看一下车况啊，它的年龄在哪里。如果你买的越老的车呢，你的风险越高。OK， 有些是车啊还没有换 drive shaft 啊 steering rack 啊，你到你的手的话，你要去换，你就一大笔费用了的。要换一些 absorber 啊，换一下打压，这样子又不少钱了咯。当然买新车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去。它的声音是让我觉得还是蛮澎湃一下的，引擎传出来的声音比较小声，真的很明显，这个隔音跟 Civic 蛮大一下的差别。120过这个弯，现在没有车，试一下。很稳定的去，当然是有玻璃弱了，可是整辆车还是不会这样，我不能了啊，你明白？再来试一下，嘿，很明显这辆车很重，1500公斤。它的 4 wheel 系统来讲，我们这样子驾其实很难去感觉到它的4 wheel 会在运作，因为它大部分时间都在用的前轮前驱，所以它需要的话呢，它才把那个动力传到后驱那边去，所以可能会遇到你推脱的时候才会用吧，我觉得。这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 kick in 哈，连 Golf R 都是啊 ，Golf R 需要后轮的时候它才启动啊。Alright， 那我们就把车开到来山脚这里了。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期的影片要干啥了，我们就要把一辆 CRV 的 SUV 哦，把它开上云顶上面去了，下一个影片再见了。哇！来，谢谢奥斯卡，谢谢你，下一个影片再见了。好。6万到7万左右买一个二手，你觉得 OK 吗 ？CX-5 这个还是 Sportage 呢？好了，各位好，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啦，拜拜。